这个也要分开来，就是说这两种疾病是不太一样的哈。主动脉一般来讲，我们分成深主动脉，然后主动脉弓、降主动脉跟副主动脉。所以主动脉剥离，第一个我们要先评估它侵犯的程度跟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少。如果主动脉剥离有侵犯到深主动脉，原则上即使到目前这样科技这么发达，大概传统的主动脉置换的手术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比如说不管是药物也好，或者是一些微创手术的治疗也好，这些都在深主动脉这边，目前都还没有相当大的一个突破。好，那但是如果这个主动脉剥离只有侵犯到降主动脉的时候，这个时候以目前的科技来讲，事实上是已经有一些可以微创的方法来治疗这样子的疾病。那所谓治疗这样子的疾病，大概我想大家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心理上的思考，就是说，因为通常绝大部分主动脉剥离它侵犯的范围，通常不太会只有一小段，它通常是一长段，比如说它可能就降主动脉，包括降主动脉或副主动脉在一起，或者是深主动脉包括主动脉弓又降主动脉在一起。那通常在这样子的治疗呢，大概只有一部分的病人，他也许可以单次治疗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病人，目前治疗我们是治疗你最严重、最危及生命的那一部分的主动脉，其他的部分必须随着时间还是必须要长期的追踪来看它继续是不是有变化。那所以其实我常常跟病人讲，我们就讲降主动脉、主动脉剥离为例，绝大部分我们可以分病人来急诊，大概就有一半的情形是这些一半的病人，他在长期的追踪，也许用药物控制就可以控制他这个疾病，但是有另外一半的病人，在这整个追踪随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这个主动脉会发生变化。所以主动脉发生变化，就是他从主动脉剥离开始，然后变成主动脉瘤，意思就是他的动脉开始慢慢变大了。或者是有一部分的病人，他产生了一些所谓的我们叫做器官的灌流不良，因为这个剥离影响到了你的内脏的，或者是四肢的，或者是甚至脑部血管的血流。那在这些情形之下，这些病人都需要做某一些的治疗，来预防这个疾病越来越严重因为这些疾病严重的时候是会造成人的生命危险。那这个只是说每个人的差别会在于说，有些人很快，也许几个小时、几天，他就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但有些人可能是几个月，有些人可能是几年，有些人甚至几十年。所以事实上目前比较难预测的就是哪一些人他在多久以后会产生这样我们叫它所谓有并发症的主动脉剥离。